这台掌机搭载了专为掌机而生的4nm处理器 AMD Ryzen Z1 Extreme。这台掌机采用了7寸的 Full HD 120Hz 显示器。这台掌机更是可以插上 XG Mobile， 直接挂上 RTX 4090 Laptop， 这个效能可能比很多人的桌机都还强了。没错，就是它 ROG Ally。这期节目我们想细细的聊聊关于 ROG Ally 你该知道的10件事情。长期体验下来有什么优点、缺点，一次说清楚。嗨，欢迎回来，我是栗子。ROG Ally 已经推出了好一阵子了，而我们的 Ally 的评测也拖更了好一阵子。没有别的原因，我们真的花了蛮多时间在测试 Ally 的实际体验，并且我们还弄来了搭载4090的 XG Mobile， 让这台电竞小掌机化身成效能小钢炮。不过 Ally 的效能有多强，我相信大家都看比较多了，所以这期节目我们就来聊聊在这个超强效能背后10个长期体验下来的心得优缺点。另外，我们也会稍微对比我们之前开箱过的 Steam Deck 体验上到底差在哪里。准备好，我们就开始喽。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就直接破题。第一个重点，要说 ROG Ally， 那大家的第一个问题一定是，体验下来跟 Steam Deck 差在哪里？回答整理下来，我觉得有3大差异。第一 ，ROG 的硬体明显社会化许多。第二 ，AMD 的 Z1 Extreme 效能的确更强，毋庸置疑。第三，在掌机上用上一块好萤幕，绝对是对的方向。所以无论是用上 OLED 还是用一块好的 LCD， 我都举双手赞成。所以系统没差吗？我以为最大的差异会是 SteamOS vs Windows 的对决。我必须老实说，在目前我们的体验当中，2个阵营的体验还真的没有太大的差别，除了游戏库啦。但是纯论体验的话，要比好，我觉得都还有很大的空间可以再最佳化。毕竟大家都是第一代嘛。光是讲一个最简单的，要把键盘输入法的问题弄好，2家就都还有改善空间。举个例子，像是 Steam Deck 键盘在输入的时候，只有在特定的场景中会自动弹出，反而按下 Steam 加 X 叫出键盘才是常态。而在打完字之后，也不能直接跳出，要按一下 Enter 输入后跳出，整个逻辑非常繁琐，甚至在桌面模式下，键盘是完全不会弹出的，非常反人类啊。而在 Ally 上，其实体验已经好很多了，至少在大部分的情况下，键盘都会自动跳出来。如果真的没有，那就是可以透过左侧的快捷选单叫出键盘，但这只是第一步。Windows 内建键盘很常都是在盲打的。举个例子，在手机上打字，不管打到哪里，你都可以看到输入框，然后去调整文字。而在 Windows 界面，常常输入框的位置是固定的，像这个情况，输入框直接被键盘挡住，你就会想说，我刚刚打到哪里？到底打了什么东西来着？不过，如果要比差，相信我，无论是 ROG 还是 Steam Deck 都不会是最差的。2家就是目前在软体上，至少我们用过的 PC 掌机当中，体验算是很 OK 的2台了。好，第二个重点，为什么你说 ROG Ally 是一台经过社会化的掌机呢？首先，从硬体上来看，造笔电经验丰富的 ROG 在用料的选择上可以说是拳拳到肉，可能分开来比不是最顶，但整体给的非常均衡，并且在用料上也明显经过社会化。像是电源键就不能只是电源键，加个指纹辨识，按下的时候顺便解锁，这样才够香啊。要读卡机就不能只是读卡机，要是 UHS 2的高速读卡机，这样才够香。要 Type-C 孔就不能只是 Type-C 孔，一定要加上 XG Mobile 的插槽，不管 RTX 4090我买不买得起，你要先给我，我才能考虑要不要买。然后像实际上一定要跟上的黑白科幻风。机械的后盖一定要好拆卸，只要卸下6颗螺丝就可以轻易的把后盖打开，让玩家可以进星辉，换个大容量 SSD 什么的都更加方便。又或者是游戏嘛，既然提到游戏，那一定就要来一块120Hz 高更新率的萤幕，也不用管游戏跑不跑得到，我看网页的时候也更流畅啊。不过我认真说 ，ROG Ally 有支援 FreeSync Premium， 所以这120也不仅仅是单纯的120。又或者说到 Gaming， 怎么可以少了 RGB？2个亮度足、导光匀的分区 RGB 直接摆在正面给你，心灵效能直接翻倍。从用料来看 ，ROG 是真的很懂玩家要什么。第3个重点，使用上有没有什么注意事项？我也帮大家整理好了。第一 ，SSD 到底可不可以自己更换？根据 ROG 官方的回答，跟笔电一样是可以自己更换，而且不会破保的。但是如果你在拆的时候不小心弄坏其他零件，那这锅 ROG 肯定是不背的。所以记住，换 SSD 或是做保养，一定要将电池断电。
一定要断电，一定要断电，一定要断电。或是你也可以直接拿到皇家，请工程师帮你安装。第二 ，microSD 热风直吹的问题 ，ROG 在新版的 BIOS 有进行调整，记得更新哦。另外，在更新之后，也可以直接透过 Armoury Crate 快速调整 VRAM 的大小，有 Auto 自动，4G、8G 可以快速切换，重开机就会生效。第三，买来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更新 BIOS， 整体会稳定、安静、冷静许多，也可以尽可能避免 microSD 过热的问题。体感上来说，这版 BIOS 比出版好多了。第四个重点，刚才提到的 VRAM 大小，有没有建议选哪个档位呢？我们这边也实测了一下，在 VRAM 需求相对普通的 CSGO 当中，3个档位差异不算大，4GB 最高，8G 次之 ，Auto 最低。不过若是吃中 VRAM 的 Cyberpunk 2077，8GB 档位的帧数则是略高于4GB， 最低的是 Auto 档位 ，FSR 之下有将近10帧的落差，建议根据每个游戏对于 VRAM 和 RAM 的需求，在4或8之间选择即可。另外，在新版的 BIOS 当中，可以明显感受到 L-Lite 原本安静的基础上又更冷静了。新版的 BIOS 也比较不会有一路热到手柄的问题虽然多少可能跟天气转凉有关，但 ROG 应该多少有在最佳化散热和能耗的调度。第5个重点，这次 ROG L-Lite 的萤幕表现如何？那就是以掌机来说，提升萤幕表现绝对是好的方向。这也是我从 Steam Deck 换到 L-Lite 最直观感受到差异的地方。ROG L-Lite 采用的是一块7寸的 Full HD 120Hz 显示器，反应时间7毫秒。特别的地方是支援 FreeSync Premium， 在对应的游戏中可以减缓撕裂的问题，并且这块萤幕也经过社会化。L-Lite 的玻璃采用的是康宁的 DXC 方案，意思就是这是一块具有抗反射处理的玻璃。我这边随手抓一台平板来对比，可以明显看到 L-Lite 更不反光，反射的亮度更低，玻璃也是用上很顶的康宁 Victus 玻璃。而在显示效果上，我就不浪费大家时间，直接上实测结果。经过帮你团队实测，在预设模式下 ，ROG L-Lite 的这块萤幕可以达到94%的 sRGB、72%的 Adobe RGB 以及72%的 DCI-P3， 明显比 Steam Deck 73%的 sRGB 色域覆盖好上一圈。CCT 来到8000K 左右，选择了讨好眼球的风格，所以在色准上也稍微有些牺牲。Delta E 来到 9.8， 不过在萤幕亮度部分表现就很不错了。手动最大亮度可以突破520尼特，在比较亮的环境中也相当游刃有余。比较值得一提的是 ，L-Lite 也内建 ROG 招牌的 Game Visual 各种显示模式，你可以直接在 Armoury Crate 的游戏库选单建立每个游戏独立的设定档。很简单，选好你要调整的游戏，按下 X， 接下来你就可以调整每个按键你要对应的功能，甚至你要用什么效能模式启动它。像是玩经营模拟类，你选效能多少省电。然后 RPG 选极速，让效能全开。Game Visual 这边就是显示模式啦，可以选择比赛模式、RTX、RPG 或是射击类游戏选 FPS 等等。第6个重点，我听说 L-Lite 的效能很强，那到底是有多强？有需要大家一直吹吗？在讲效能之前，我们先把机器拆开。这次 ROG L-Lite 搭载的就是这颗为掌机而生的 AMD Ryzen Z1 Extreme。GPU 则是用上了 RDNA 3架构，是2CPU 的内显，并且搭配上台积电4奈米制程。最重要的地方就是 AMD 针对掌机最佳化了 Z1 Extreme 的效能调教，让这颗处理器更适合掌机的定位和特性。M.2 SSD 在这里用的是2230的规格，趁着现在 SSD 破盘价，2230也有蛮多便宜的选择陆续出现了。另外 L-Lite 也豪华的给了2颗风扇，在体验上算是蛮安静的，但温度我觉得不算低。冷不防的就直接实测 3D Mark TimeSpy 20人压力测试，稳定性来到 97.8%， 全程 CPU 温度落在平均78度左右。正面最高温在左风口达到 37.2 度，背面最高温落在右风口的位置，最高 39.3 度。不过手持的位置大约都控制在30度左右，所以握持时的体感倒是还好，主要热度会集中在风口和依靠萤幕散热。背面盖板就是维持冷静的状态，这时候的风扇也不太吵，大约就是43分贝。好，回来继续看下面这一排散热片，则是覆盖着 16GB 的记忆体颗粒。ROG L-Lite 的 TDP 设计在9到30瓦，透过 Armoury Crate 可以设定静音10瓦、效能15瓦以及极速25瓦，插电才可以解放到30瓦，并且在新版的 BIOS 当中也放宽了充电器的判定，目前使用普通的氮化镓充电器65瓦也都可以触发。那3个模式要怎么选呢？以大多数经典3A来说，我的体验大概可以用一句顺口溜表示。
在 Full HD 下，静音非常卡，效能稳40，极速稳50。如果还不行，那就要降画质。所以基本上最少就是效能档往上选。静音模式互相抢念牵制的状况，真的是会到电影级帧率，白话文就是不可玩的状态。我这边也直接展示2077 Full HD 中画质，静音大概是这种感觉，平均15帧。效能开始就很可玩了，平均30多40张，风扇也还很安静。极速则是可以达到稳定40张左右，但是风扇就开始有声音了。话说 L 的跑分大家应该都看过了，虽然我们还是全部都有测，但与其花时间再看跑分，这边就直接上表格了，好吗？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暂停观看。好，我忍不住简单讲一下。先看 CPU，L 单核拿下1790分，多核14192分，这个表现大概是什么水准呢？单核大约等于12代 Intel Core i7-12700H， 多核甚至还强了11%。虽然说这是峰值效能，但是掌机塞进这个效能表现还是真的蛮扯的。GPU 部分 3D Mark Time Spike 跑分3162分，这个表现大约同等于笔电版 GTX 1060或是 GTX 1650 Ti。这边也放上 RTX 世代的3050效能让大家参考。反正就是目前掌机在高效能上的最佳之选，重点其实就只有这一句。第7个重点，你们不是有4090吗？还不赶快拿来接上去？没错，如果你还是觉得不够 ，ROG Ally 还有 XG Mobile 接口，现在我们就插上 RTX 4090的 XG Mobile， 接着把卡扣锁上，系统这边却自动跳出连接提示，点击连接，完成。赶快来测 3D Mark Time Spike， 这个成绩拿下16904分，也就是比原本直接翻了5.3倍啊。那这个5.3倍理论效能听起来很强，但是不是没感觉？我们用几个游戏实际对比就清楚了。像是我们测 CSGO， 在插上之前 Full HD 画质大约是平均160帧，其实也完全够玩了。插上之后呢，直接冲破平均406帧啊！又或者是 Forza 5，选择 Full HD 超高画质，插上之前开启 FSR 大概只有平均40帧，而在 RTX 4090的加持下，实测帧数翻了5倍。DLSS 冲破平均200帧不是梦。再测一个战神 L-Lite 在 Full HD 高画质下平均32帧，加上4090之力也是接近5倍 ，DLSS 下平均达到140帧的表现。最后测一下2077好了 ，Full HD 中画质，插上前 FSR 平均50帧，插上后开启 DLSS 还是翻了4倍，达到平均205帧。这不只是4090之力，也是钱包之力啊！毕竟4090的 XG Mobile 也是真的不便宜。等一下我们还会详细测 4K， 这边就是让大家先感受一下。但如果你真的有小体积、高效能，又或者想要有一台可以带出门的掌机，在床上玩的掌机，但是在桌子前面又可以变身狂野猛兽这种使用模式，那 XG Mobile 都是那颗恶魔果实，而且一样怕海水哦。第8个重点，比起效能有多强，我觉得掌机该关注的另一大重点应该是续航。如果是全机满载的状况下，也就是效能需求大于模式限制的情况下，3档模式静音顶多3个半小时极限了，效能大概可以到1个半小时左右，极速大约就是1小时多一点。所以理一下前面说过的思路，静音会太卡，极速又喷太快，所以自然效能档位就是最均衡的选择。不过我觉得吧，目前 PC 掌机无论各家最大的痛点就是续航，它是一个在外绝对需要搭配行动电源的存在。但是在近1-2年能耗比飞速进化，然后我们拆开 L-Lite， 看到这边还有一些空隙可以继续塞电池的前提下，我觉得掌机的续航应该是还有一段提升空间的，大家继续努力。所以我的习惯是把画质调到效能档位就可以达到稳赚的程度。在掌机上，我觉得 RPG 静音模拟稳40就可以接受。那当然，如果你要求，那就是顶多稳50，我觉得对大部分3A 来说都很极限了。我这边也列出几个游戏，如果在效能档位，然后要稳40 FPS 之下，大概最高可以开到什么画质 ？CSGO Full HD 是完全没问题，虽然应该比较少人会想在掌机玩 FPS 游戏啦。Forza 5大概可以开到中画质，战神4、鬼仙东京以及 Cyberpunk 2077则都只能在低画质下顺跑40帧。我们这边也测了 PC Mark 续航测试，可以达到7小时41分。实测200尼特之下，
连续播放1小时 YouTube 影片，大约掉电15%。第9个重点 ，ROG Ally Lite 作为一台掌机，在外观设计上如何呢？外观上 ，Ally Lite 选择黑白作为主要视觉，整个科幻感很足，机身尺寸适中，600出头克的重量比 Steam Deck 轻了一些，虽然也就是比一台 iPad Pro 12.9寸轻一点的重量，我绝对不会说它轻，但机身配重得宜，在手感上还算不错。操作上采用非对称的按钮设计 ，Xbox 阵营的用户应该很快就能上手，全机的按键我觉得都有平均的水准。但论极致的话，我觉得操作的细腻度也是未来各家可以努力的方向。左下这颗可以叫出控制中心，调整亮度、音量、效能模式、控制模式和 AMD RSR 都可以在这里快速切换。你还可以开启即时效能面板，在这里可以看到 CPU、GPU 占用和频率、APU 的功耗瓦数以及目前的 FPS。另外也可以叫出键盘以及开启 FPS 限制器。这个挺好的，你可以限制在一个比较可以稳定跑满的帧数，体验会比忽高忽低来得好。但我建议 ROG 之后可以加入40帧这个比较均衡的选项。这里也可以快速调整萤幕解析度、更新率等等等等。另外这颗按钮长按都是可以进入大家熟悉的这个界面，懂的都懂。右边这颗是 Armoury Crate SE， 也就是为掌机客制化的版本。不过相较起 Steam Deck， 大家应该有发现 ，ROG 并没有选择在机身上加上触控板，所以体积是缩小了。不过就没有好用的快速输入或是 Windows 指标这种操作。但毕竟 Ally Lite 是原生的 Windows 掌机嘛，所以其实在桌面模式下用触控操作也还过得去，也比 Steam Deck 安装 Windows 好用很多。另外就是从 Windows 11开始，我觉得 Windows 的触控操作大概就是介于好用跟能用之间，有到脱离难用的阶段了。很快的来到最后一个第10个重点 ，ROG Ally Lite 到底适合什么人？现在还值得买吗？要先厘清一件事情，就是跟电竞笔电相比，掌机的体验处处都是妥协。你要跟桌机、笔电比，毫无可比的地方。但是掌机为什么就还是这么吸引人呢？因为掌机很纯粹啊，它就是一个打开来就可以轻松体验游戏的地方。你想要好好坐着玩，躺在沙发上、躺在床上玩，甚至就是坐在车里享受个人时光也可以，随时随地都能玩，这是效能再顶的桌机或笔电永远都达不到的。它就是很纯粹享受个人时光的定位。第二，我觉得是掌机的价格，2万多块就可以超玩 Full HD 大作，萤幕、喇叭都不差的前提下，体验还是很到位的。在上一期 Steam Deck 影片推出之后，我们就看到很多人分享他们的背景和使用经验，像是没有游戏桌机或是游戏笔电的用户，还有一类是我看到 macOS 的使用者，也很多入手了掌机，就说掌上就能玩3A， 谁能不爱呢？相较起笔电或是桌机，它有着不用桌子、不用空间，在床上、沙发都能玩的特性。带出门玩，甚至偶尔需要在 Ally 上面做报告也很够用。甚至 CPU 很强，你偶尔要做一些 CPU 算力需求的工作，或是修图、开个 Photoshop 也完全够用。随便这个电视、萤幕都可以直接化身 Windows PC。但你说 ROG Ally 就没有任何缺点吗？有，它才第1代，怎么可能没有呢？我们对它主要有2个期望，但与其说是对 Ally 的期望，不如说是对整个掌机市场的期望。第一，我觉得掌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续航。我觉得接下来的目标就是 3A 在 Full HD 画质下稳40帧，然后能有3小时的续航，那就会是最完美的状态。我知道短期内很难达成，但总有机会的嘛。第二，我觉得 Armoury Crate SE 整合已经是非常可用的状态，并且相较起过往的 Armoury Crate， 在目前的版本之下至少蛮稳定了。不过我相信大家一定都还有各种想敲碗的快捷功能、细节设定等等等。毕竟是第1代产品，我觉得如果 ROG 真的想要攻占玩家的心，现在就要更用心的搜集关于 Armoury Crate 的用户回馈。因为跟 SteamOS 的概念相同 ，Windows 掌机大家都能做，但是要做一款体验好的 Windows 掌机并不容易。第1代绝对是大家意见最多的时候啊，要尽早把握大家的真心回馈。那既然 Armoury Crate SE 起了一个好头，那用心做就会是切开掌机体验的分水岭了。对 ROG 来说，或许也是一种护城河。对了，
输入法我觉得算是所有掌机，甚至是 Windows 平板也有同样的问题，像是自动弹出键盘、改善输入效率等等。我觉得如果解决了，那不止掌机 ，Windows 平板也会更好用。整体来说，我们觉得掌机市场的新鲜感一定会过去。任何成功的科技产品也不能只依靠新鲜感成功，对吧？其实还有很多可以想象的玩法啊，像是内建实体键盘、可拆卸手把、更好的荧幕、OLED 荧幕、高荧幕占比荧幕等等都是。这还是一个可以快乐玩掌机、异想天开的时间点，期待各家都可以持续带来酷东西。如果说 Steam Deck 帮 PC 掌机开启了进入大众视野的序幕，那 ROG Ally 就是帮整个掌机市场打了一剂强心针。我已经开始期待下一代掌机到底会长什么样子了，让掌上高效能、轻松玩3A 真的越来越好玩吧。节目的最后，我们会分享外放测试以及我们有测的每款游戏帧数表现，让大家参考。这也是花了好几天才测完的，还请大家多多支持了。也欢迎透过加入频道会员或是 YouTube 的超级感谢按钮，赞助我们完成更多有参考价值的实测节目。希望大家也看得开心。如果还有任何问题或是帮你团队没有说到的，欢迎底下留言一起讨论啦。我是李子，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啦。最后的时间，先来听外放表现，这边也直接对比 Switch 和 Steam Deck。如果喜欢本期的节目，不要忘记订阅邦尼邦尼，并且打开小铃铛，及时收到我们最新的评测通知。当然，你也可以在 Facebook 邦尼 AI 小助理、Instagram 以及 Line@ 找到我们。如果还有其他问题，别忘了底下留言。那我们就下期影片再见喽。